易经作为华夏民族最古老的智慧典籍，被誉为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，而乾卦作为64卦的开篇第一卦，更是承载了华夏文明对宇宙规律、人生发展的核心认知。如果说《易经》是一本指导人们应对变化的操作手册，那么乾卦就是这本手册的序言加核心目录。它用六爻荣相完整呈现了从潜藏蓄势到巅峰有成，再到守正致远的人生轨迹。不仅解释了事物如何发展，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应对。乾卦的核心是纯阳之性，象征天、刚健、创造力与永恒的生命力。古人观察到天空周而复始，运转不息，日月星辰东升西落，四季更迭，循环往复，这种天行健的特质正是乾卦精神的直观体现。而龙作为乾卦的核心意象，是古人对阳气，也就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创造力、生命力的比喻。龙能潜于渊，行于田，飞于天，既能隐忍蛰伏，又能腾云物驾，恰如人生不同阶段的状态，有时需要沉淀，有时需要发力，有时需要收敛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说：乾卦六爻，气自下上，循环往复，周流不息。这不仅是宇宙阳气的运行规律，更是每个人从青涩到成熟，从平凡到卓越的成长路径。无论是职场打拼、创业奋斗，还是修身养性、家庭经营，乾卦的智慧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指引。该蛰伏时如何沉下心，该发力时如何把握住，该登顶时如何不骄傲，该退让时如何守底线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，逐字逐句拆解乾卦的爻辞、象传，再结合孔子宣圣讲义、福圣宗主附注的深度阐释，再联系现代生活中的真实案例，把这篇人生成长指南讲透讲明白。一、乾卦基本要义，读懂纯阳之卦的底层逻辑。在深入解读爻辞之前，我们先搞懂乾卦的核心设定。为什么它是纯阳卦？元亨利贞4个字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龙的意象又为什么贯穿始终？乾卦的卦象密码，6爻皆阳，象征什么？易经的卦由爻组成，一横代表阳爻，断开的线代表阴爻。乾卦是6根阳爻叠在一起，没有一丝阴气，这在64卦中是独一无二的。古人认为阳代表刚健、主动、创造力、生命力，而纯阴的坤卦代表柔顺、承载、包容、孕育力。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天地相合才能化生万物，这就是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之大始，坤作成物的道理。乾卦6爻皆阳，并非指没有阴的存在，而是说以阳为核心，阴为辅助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特别强调，乾纯阳而有阴用，意思是乾卦虽然是纯粹的阳气，但要发挥作用，必须借助阴的承载。就像一个有创意力的人，阳需要合适的平台，阴才能施展才华；一个有领导力的管理者，阳需要团队的配合，阴才能成就事业。如果只有阳没有阴，就会刚愎自用，锋芒毕露，最终难以长久。这也是后面亢龙有悔的核心原因。卦辞元亨利贞，人生成功的4个必备条件。乾卦的卦辞只有4个字，元亨利贞，但这4个字涵盖了宇宙万物从产生到发展，从成熟到守恒的完整过程，也对应着人生成功的4个核心要素。元是创始之力，初心为本，元是开始，
本源的意思，就像春天播种是一切的起点。对于人生来说，源就是我们的初心、志向和使命感。比如创业的人，初心是解决某个社会痛点，而不是单纯赚钱，这样的事业才有长久的生命力。做人的人，初心是善良、诚信，这样的人际关系才能稳固。孔子说：“前远者，实而亨者也。”意思是有了好的开端，后续的发展才能顺畅。亨，通达之态，顺势而为。亨是通达、顺畅的意思，就像夏天万物生长，没有阻碍。这对应的是人生发展的顺势阶段。当我们的初心正确，准备充分，就能顺应规律，得到他人的支持和机会。比如，一个有才华的人，在合适的时机遇到赏识自己的伯乐，就能大展拳脚。一个好的产品契合了市场需求，就能迅速打开销路。但亨不是躺平，而是顺势而为，前提是前期的积累和准备。利，和谐之果，互利共赢。利是有利、适宜的意思，就像秋天收获果实是付出后的回报。但《易经》中的利不是自私自利，而是互利共赢。乾卦的利是利万物而不争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他人、让社会受益，最终自己也获得相应的回报。比如企业家通过提供优质产品，让消费者满意，让员工增收，让社会发展，自己也获得财富和声誉。普通人通过努力工作，为公司创造价值，自己也获得成长和收入。贞，坚贞之德，守正不阿。贞是坚贞、坚守的意思，就像冬天储存能量，稳固成果。这是人生成功的压舱石，也就是无论顺境逆境，都能坚守自己的初心和原则，不被诱惑所动，不被困难所吓倒。比如一个人在事业巅峰时不骄傲自满，在人生低谷时不放弃希望，在利益面前不违背道德，在诱惑面前不迷失方向。孔子说：“贞者，事之干也。”意思是坚守正道是一切事业的根基。元亨利贞不是4个孤立的阶段，而是循环往复的过程。有元初心，才能亨通达，能亨通达，才能利共赢。守贞正道，才能再起新的源，新的开始。这就像一棵树，春天发芽元，夏天生长亨，秋天结果利，冬天扎根贞，来年再循环，生生不息。龙的意象，为什么乾卦用龙来比喻阳气？乾卦6爻都以龙为喻，从乾龙到飞龙，再到亢龙，龙的状态变化正是阳气运行的直观体现。古人为什么选择龙，而不是其他动物？孔子在宣圣讲义中给出了答案：龙生于水，而出于水；飞于天，而通于泉。此阳气之自然，为生机之最全，故比之龙。意思是，龙能在水里潜伏，能在地上行走，能在天上飞翔，能在深渊嬉戏，它的形态变化无穷，生命力极强，恰好契合了阳气，也就是宇宙间创造力、生命力的特质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能化生万物，能隐能显，能进能退，既刚健又柔和。龙的潜代表隐忍、沉淀、蓄势，
龙的显代表显现、发力、崭露头角；龙的跃代表抉择、突破、把握时机；龙的飞代表成功、巅峰、大展宏图；龙的亢代表过度、骄傲、物极必反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乾卦。它不仅是在讲龙的故事，还是在讲人生不同阶段该如何做的道理。第二，爻辞详解，从乾隆到亢龙，人生6阶段的成长指南。乾卦6爻从下到上，初九、92、93、94、95、上9，对应着人生从起步阶段到巅峰阶段，再到收尾阶段的6个过程。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动态描述和行动指引，就像一本逐步进行的成长手册。初九，乾隆勿用，人生起步期，学会隐忍蓄势。爻辞是乾隆勿用，象曰乾隆勿用，阳在下也。通俗解读，龙潜伏在深渊里，暂时不发挥作用，因为阳气还在最底层，力量不够，时机未到。初九是乾卦的第一爻，位于最下方，代表事物的开端，人生的起步期。比如，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进入职场，专业技能还不熟练，人脉资源还没积累，这就是乾隆。一个刚创业的人，项目还在打磨，市场还没打开，资金还不充足，这就是乾隆。一个刚学习某项技能的人，还在基础阶段，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竞争力，这就是乾隆。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是有潜力但没实力，有志向但没机会，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土里，看不见阳光，也长不出地面，但它在默默吸收养分，为发芽做准备。勿用的真正含义不是不用，而是不忘用。很多人误解勿用是什么都不用做，其实大错特错。易经的智慧从来不是消极等待，而是顺势而为。勿用的核心是不忘用，介意不急于表现自己，明明能力不够，却硬要抢风头担重任，结果只会自不量力，把事情搞砸。不盲目行动，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，想到什么做什么，浪费时间和精力。不急于求成，刚付出一点努力就想得到回报，看不到效果就放弃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说：“阳之用必时，非时施用，礼之自然。”意思是阳气的发挥必须顺应时机，时机不到强行发挥作用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就像诸葛亮在出山之前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他不是在躺平，而是在潜龙勿用。读书，观察天下大事，结交名士，积累自己的学识和人脉，直到刘备三顾茅庐，时机成熟，才出山相助，最终成为一代名相。潜龙勿用的现代启示，起步阶段该怎么做？对于处于乾隆阶段的人来说，核心任务是蓄势，具体可以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夯实基础。无论职场、创业还是学习，都要把基本功练扎实。比如职场新人要多学习公司的业务流程、专业技能，多向老员工请教；创业者要深入调研市场，打磨产品，把商业模式想清楚；学习者要从基础理论学起，循序渐进，不急于求成。第二，积累资源。这里的资源包括人脉、经验、口碑。比如职场新人要和同事、前辈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，积累靠谱的口碑。创业者要多结交行业内的前辈、合作伙伴，积累行业经验和资源。第三，等待时机。
时机不是等出来的，而是观察出来的。要学会观察行业趋势、市场需求、身边的机会。当机会出现时，才能迅速抓住。但在机会出现之前，要沉下心来，不焦虑，不浮躁。潜龙勿用是人生的奠基期，就像盖房子要先打地基，地基越牢，房子才能盖得越高。这个阶段的关键字是沉淀，沉淀能力，沉淀资源，沉淀心态，为后续的崭露头角做好准备。92，显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人生发展期，学会借力成长。爻辞：显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象曰：显龙在田，得失仆也。通俗解读：龙从深渊里出来，出现在田野上，此时有利于拜见大人，也就是有德有位的人。阳气已经上升到地面，开始显现自己的力量，德泽也开始广泛传播。显龙在田的状态，你已经崭露头角。92是乾卦的第二爻，位于下卦的中位，代表事物开始发展，人生的上升期。经过初9的潜龙阶段，你的能力、资源已经有了一定积累，开始在自己的领域里显现锋芒。职场新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已经能独立完成工作任务，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创业者的项目已经初步落地，有了第一批用户，产品开始获得市场反馈。学习者的技能已经入门，能做出一些简单的作品，开始获得他人的关注。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是有实力，但未达巅峰；有机遇，但需要借力。就像一颗种子发芽后，长出地面，能接触到阳光和雨水，但还需要园丁的呵护、土壤的滋养，才能长成大树。这里要注意，显龙在田的显是显现的意思，是龙自己显现出来，而不是被别人看见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阶段的崭露头角，是你自身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，而不是刻意炫耀炒作出来的。利见大人的真正含义，借贵人之力加速成长。大人不是指有权有势的人，而是指有德有位，能给你指引和帮助的人，可能是你的长辈、导师、行业前辈，也可能是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，能给你资源支持的人。孔子在《宣圣讲义》中说：“92处于下卦之正，有其中也。”意思是92处于下卦的中位，刚健而中正，这样的人容易得到大人的赏识，因为大人看重的不仅是你的能力，更是你的品德和态度。中正、谦逊、有潜力的人才值得别人帮助。利见大人的核心是借力成长，但这种借力不是依附，而是互补。你有才华，有冲劲，但缺乏经验、资源，需要大人给你指点方向，提供平台。大人有经验、有资源，但可能缺乏新鲜血液、创新思路，需要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来实现价值。刘备3顾茅庐，请出诸葛亮，诸葛亮为他制定了3分天下的战略，帮助他建立了蜀汉政权。这就是刘备的大人。得失仆也的深层含义，你的成长要能惠及他人。象传中得失仆也，意思是92阶段的龙已经开始广施德泽。你的能力和成长不仅能让自己受益，还能让身边的人、让社会受益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大人愿意帮助你？因为你不仅有潜力，还能创造价值。比如，职场中你能独立完成工作任务，还能帮助同事解决问题，为团队创造价值。
钱队自然愿意提拔你。创业中，你的产品能解决用户的痛点，为用户创造价值，投资者自然愿意给你投资。核心在利。生活中，你真诚待人，乐于助人，能给身边的人带来温暖和帮助，别人自然愿意和你相处。得失普也不是要求你无私奉献，而是让你明白成长的本质是价值交换。你能为别人创造多少价值，别人就愿意为你提供多少帮助。显龙在田的现代启示，发展阶段该怎么做？对于处于显龙在田阶段的人来说，核心任务是借力，具体可以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保持谦逊，即使已经崭露头角，也不能骄傲自满。要知道，你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大人愿意帮助谦逊的人，而不是骄傲的人。第二，主动链接，要主动去寻找大人，比如参加行业交流活动、加入专业社群、向前辈请教问题等。但链接大人的前提是，你自己有足够的价值，能让对方觉得帮助你是值得的。第三，创造价值，持续提升自己的能力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比如职场中，主动承担更有挑战性的工作；创业中，不断优化产品，提升用户体验；学习中，不断打磨作品，形成自己的竞争力。显龙在田是人生的上升期，就像一棵树长出地面后，需要阳光、雨水和园丁的呵护，才能茁壮成长。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借力，借贵人的力，借平台的力，借趋势的力，加速自己的成长。93，君子终日谦谦，息惕若，力无咎。人生关键期，学会谨慎守正。爻辞：君子终日谦谦，息惕若，力无咎。象曰：终日谦谦，反复道也。通俗解读：君子白天勤奋努力，自强不息，晚上还要警惕反省，如临大敌，这样才能避免灾祸。阳气处于下卦的上位，正是成用之时，但也容易骄傲自满，所以必须谨慎行事。终日浅浅的状态，你处于最关键的成长节点。93是乾卦的第3爻，位于下卦的上位，也是人位。3爻、4爻为人位，对应人生的中年阶段，代表事物发展的关键期，人生的攻坚期。经过初9的乾龙和92的显龙，你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能力和资源，进入了大展拳脚的时代。职场中，你可能已经成为团队的骨干，负责重要的项目，需要带领团队完成目标。创业中，你的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，市场份额不断扩大，面临着更多的竞争和挑战。生活中，你可能已经成为家庭的支柱，需要承担起照顾家人、赡养老人、教育子女的责任。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是能力强但压力大，机会多但风险高。就像一棵小树长成了大树，能抵御一定的风雨，但也容易被雷电击中，被狂风刮倒。就像一个人爬到了半山腰，离山顶越来越近，但也更容易失足坠落。孔子在勋圣讲义中说：“93是人道之始，义教之基也。”意思是这个阶段是修身养性、成就事业的关键，也是最能体现君子品德的阶段。因为在这个阶段，你既有能力做大事儿，也有机会犯大错。成功了就能更上一层楼，失败了可能就一落千丈。息惕若，力的核心越是顺境，越要居安思危。终日浅浅是勤奋努力，息惕若力是警惕反省。这2个词合起来就是白天奋斗，晚上反省，体现了君子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统一。
中日浅浅强调进取，在关键期不能懈怠，要持续发力，抓住机会实现突破。比如职场骨干要带领团队攻克难题，创造更好的业绩；创业者要不断创新，扩大市场份额；家庭支柱要努力工作，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。细惕弱利强调谨慎，在顺境中不能骄傲自满，要时刻保持警惕，反省自己的不足。比如职场骨干要警惕刚愎自用，多听取团队的意见；创业者要警惕盲目扩张，做好风险控制；家庭支柱要警惕忽视家人，平衡工作和生活。弱利的意思是好像面临危险一样，不是说真的有危险，而是要把没有危险当作有危险，时刻保持危机感。孔子说：“亨顺易骄，盛大难保。”意思是顺境中容易骄傲，盛大的事业难以长久，只有保持谨慎，才能避免灾祸。比如，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，但他始终保持警惕，虚心听取魏征等大臣的意见，反省自己的言行，最终成就了一代盛世。而隋炀帝杨广在位初期也有一定的作为，但他骄傲自满，穷奢极欲，最终导致隋朝灭亡。这就是西替弱利和骄奢淫逸的鲜明对比。无咎的真正含义不是没有错误，而是避免大错。无咎不是说不会犯错，而是说不会犯致命的错误。即使犯了小错，也能及时改正，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孔子说：“无咎者，言不如是，必有咎也。”意思是，如果不终日浅浅，悉替弱利，就一定会有灾祸。在人生的关键期，犯错是难免的，但关键是不犯方向性错误，不犯原则性错误。比如，职场中犯了技术上的小错，及时改正，不会影响大局；但如果犯了诚信上的错误，比如造假、欺骗客户，就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。创业中犯了市场判断上的小错，及时调整还能挽回损失；但如果犯了资金链断裂的错误，比如盲目扩张、过度负债，就可能导致公司倒闭。生活中犯了偶尔发脾气的小错，及时道歉不会影响家庭关系；但如果犯了背叛家庭的错误，比如出轨、家暴，就可能导致家庭破裂。终日浅浅，悉替弱利的核心，就是通过勤奋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，通过警惕反省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从而避免犯致命的错误。反复道也的深层含义，在实践反省中成长。象传中的终日浅浅，反复道也，意思是终日浅浅，悉替弱利的过程，就是反复践行正道，不断反省修正的过程。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实践、反省、再实践、再反省的循环过程。白天，浅浅在实践中践行正道，努力做事；晚上，替力反省自己当天的言行，看看哪里做得好，哪里做得不好。第二天，带着反省的结果，继续浅浅改进自己的不足。这个过程就像打磨一件作品，反复打磨，不断修正，才能让作品更加完美。人也是一样，反复践行，不断反省，才能让自己的品德和能力不断提升。93的现代启示，关键期该怎么做？对于处于93阶段的人来说，核心任务是守正，具体可以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持续精进，不能满足于现状，
要不断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比如职场骨干要学习新的管理技能、专业知识；创业者要关注行业趋势，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；家庭支柱要学习沟通技巧、理财知识，更好地照顾家人。第二，时刻反省，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反省自己当天的言行，比如今天有没有骄傲自满，有没有忽视别人的意见，有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，有没有伤害到别人。通过反省，及时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加以改正。第三，守住底线，无论面对多大的诱惑、多大的压力，都要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比如诚信、善良、责任、担当，这些是做人做事的根本。一旦突破，就会万劫不复。93是人生的关键期，也是风险期。就像爬一座山，最危险的不是山顶，而是半山腰，因为此时你已经看到了希望，容易放松警惕。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谨慎，谨慎行事，谨慎做人，谨慎守底线，才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，迈向人生的巅峰。94，或跃在渊，无咎。人生抉择期，学会审时度势。爻辞：或跃在渊，无咎。象曰：或跃在渊，进无咎也。通俗解读：龙要么跃出深渊，飞向天空，要么留在深渊，继续蓄势。无论选择哪种，都不会有灾祸。阳气处于上卦的下位，正是进退两难的抉择期。只要审时度势，灵活应变，就能避免灾祸。或跃在渊的状态，你面临重大抉择。94是乾卦的第4爻，位于上卦的下位，也是人位的上限，代表事物发展的转折期，人生的抉择期。经过93的关键期，你已经具备了迈向巅峰的能力，但此时也面临着进还是退的重大抉择。职场中，你可能面临升职还是跳槽的选择。升职意味着更高的职位、更多的责任，但也可能面临更复杂的人际关系。跳槽意味着更好的待遇、更广阔的平台，但也可能面临未知的风险。创业中，你可能面临扩张还是稳健的选择。扩张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份额、更高的利润，但也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、管理跟不上的风险。稳健意味着守住现有成果，稳步发展，但也可能错失市场机会。生活中，你可能面临换城市还是留原地的选择。换城市意味着更好的发展机会、更优质的生活资源，但也可能面临适应新环境、远离家人的挑战。留原地意味着稳定的生活、熟悉的人脉，但也可能面临发展瓶颈。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是有选择但难抉择，有机遇但有风险。就像龙站在深渊的边缘，既可以一跃而起，飞向天空进，也可以退回深渊，继续蓄势退。两种选择都有道理，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时机，就是时和位的状态。或字的智慧，不急于表态，不盲目行动。或字是94爻辞的核心，意思是或许、可能，代表不确定、不必然。这体现了《易经》的灵活应变的智慧。在抉择期，不要急于表态，不要盲目行动，要审时度势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说：“94以刚居柔，亦人爻也。刚处柔者，宜用柔；阳履阴者，宜行阴。”意思是94是阳爻居于阴位，
刚健中带有柔顺，所以应该用柔的方式行事，也就是谨慎抉择、灵活应变，而不是刚愎自用、一意孤行。比如历史上的刘邦在鸿门宴上面临抵抗项羽还是顺从项羽的抉择。当时刘邦的实力不如项羽，如果强行抵抗项羽，可能会导致自己全军覆没；如果顺从项羽，又可能留下后患。刘邦最终选择了顺从项羽，暂时隐忍，积蓄力量，最终在垓下之战中击败项羽，建立了汉朝。这就是或跃在渊的智慧。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，选择退而不是进，进无咎也的深层含义，只要顺势而为，进退皆可。象传中或跃在渊，进无咎也，不是说只有前进才没有灾祸，而是说只要顺势而为，无论是进还是退，都没有灾祸。这里的进是顺势而进，退是顺势而退，核心是不违背规律，顺势而进的情况。当机会成熟，条件具备时，要果断出击，抓住机会，迈向巅峰。比如，一个企业在行业上升期，市场需求旺盛，资金充足，就应该果断扩张，扩大市场份额。一个人在职场中遇到赏识自己的前辈、有挑战性的项目，就应该果断接受，提升自己的能力。顺势而退的情况，当机会不成熟、条件不具备时，要果断放弃，退回原地，继续蓄势。比如，一个企业在行业下行期，市场需求萎缩，资金紧张，就应该收缩战线，守住现有成果。一个人在职场中遇到的项目风险太大，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，就应该果断拒绝，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无咎的关键不是进或退，而是是否明智。明智的选择，无论进退，都能让自己受益；不明智的选择，无论进退，都可能带来灾祸。94的现代启示：抉择期该怎么做？对于处于94阶段的人来说，核心任务是抉择。具体可以做好3件事。第一，全面分析，在做出选择之前，要全面分析自己的优势、劣势，以及外部的机会、威胁。比如职场中考虑升职还是跳槽，要分析自己的能力是否匹配新职位，新公司的发展前景如何，现有公司的晋升空间有多大。创业中考虑扩张还是稳健，要分析市场需求、资金状况、管理能力。第二，倾听内心，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，要倾听自己内心声音。比如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是更高的职位，还是更自由的工作环境？是更大的财富，还是更稳定的生活？只有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，才能做出不后悔的选择。第三，灵活应变，做出选择后，不要一条路走到黑。如果发现自己的选择不符合实际情况，要及时调整。比如选择升职后，发现自己无法胜任新的工作，要及时向领导沟通，寻求帮助。选择扩张后，发现市场风险太大，要及时收缩战线，减少损失。94是人生的抉择期，也是转折期，就像走到了十字路口，选择对了就能迈向巅峰，选择错了可能就会走弯路。这个阶段的关键字是智慧，用智慧分析局势，用智慧做出选择，用智慧应对变化，才能顺利度过这个阶段。95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人生巅峰期，学会明德济世。瑶琴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象曰：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通俗解读：龙飞到了天空中，大展宏图，此时有利于拜见大人。
这里的大人指生君、贤才、有德之人，也指天下百姓，不是领导、官员或者职位高的人。阳气处于上卦的中位，达到了鼎盛状态，正是大人成就事业、造福天下的时期。飞龙在天的状态，你已经达到巅峰。95是乾卦的第5爻，位于上卦的中位，也是天位。5爻为天位，对应人生的巅峰阶段，代表事物发展的鼎盛期，人生的成功期。经过前面4个阶段的积累和努力，你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达到了事业和人生的巅峰。职场中，你可能已经成为公司的高管，行业的领军人物，拥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。创业中，你的公司可能已经成为行业的龙头企业，市场份额领先，品牌知名度高。生活中，你可能已经拥有了幸福的家庭、充足的财富、健康的身体，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。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是地位高、影响力大、责任重、使命大。就像龙飞到了天空中，能腾云驾雾、呼风唤雨，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到天下万物。就像太阳升到了中天，光芒万丈，能照亮整个世界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说：“95当位居外卦之中，成阳气之正，夫飞龙之德，成天地之道。”意思是95处于最尊贵、最中正的位置，具备了飞龙的品德，承载了天道的使命。这个阶段的成功不再是个人的成功，而是惠及他人、造福社会的成功。利见大人的深层含义，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。95的利见大人和92的利见大人有所不同。92的大人是能帮助自己的人，而95的大人是自己能帮助的人，包括天下的百姓、身边的下属、行业的后辈。飞龙在天的核心是明德济世，用自己的品德和能力造福天下百姓，成就他人的成长。孔子说：“大人造也。”意思是大人能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，能成就他人的梦想。这个阶段的成功已经超越了个人的利益，上升到了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层面。你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他人而活，为社会而活。这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95之尊的由来，中正之道是成功的根本。95爻被称为95之尊，这是因为它处于天位的中位，既尊贵又中正。5是中位，代表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9是阳爻，代表刚健有力，积极进取。95之尊的核心是中正之道，无论地位多高，权力多大，都要保持中正、公平、公正，不能偏袒，不能刚愎自用。历史上的圣君，比如尧、舜、禹，都是因为坚行中正之道，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，成就盛世。而历史上的暴君，比如桀、纣，都是因为违背中正之道，才导致众叛亲离，最终灭亡。在现代社会，95之尊的智慧同样适用。企业的领导者要践行中正之道，公平对待每一位员工，合理分配利益，才能凝聚团队的力量。行业的领军人物要践行中正之道，遵守行业规则，推动行业良性发展，才能赢得同行的尊重。社会的成功人士要践行中正之道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帮助弱势群体，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。95的现代启示，巅峰期该怎么做？对于处于95阶段的人来说，核心任务是济世。
具体可以做好3件事：第一，保持谦逊，即使达到了人生的巅峰，也不能骄傲自满。要知道，你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的机遇、他人的帮助、团队的支持。要保持谦逊的态度，尊重每一个人，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。第二，承担责任，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为社会创造价值。比如，企业可以参与公益事业，帮助贫困地区发展；个人可以捐款捐物，支持慈善事业；行业领袖人物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，帮助后辈成长。第三，传承智慧，要把自己的经验、智慧、品德传承下去，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。比如，企业可以建立完善的人才培育体系，培养接班人；个人可以写传记、做演讲，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；行业领袖人物可以制定行业标准，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95是人生的巅峰期，也是使命期。就像太阳升到了中天，不仅要自己发光发热，还要照亮整个世界。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担当，担当责任，担当使命，担当未来，用自己的成功惠及他人，造福社会。上9，亢龙有悔，人生收尾期，学会知止不殆。爻辞：亢龙有悔。象曰：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通俗解读：龙飞得太高，超过了极限，最终会后悔。阳气达到了顶点，已经盈满，而盈满的状态是难以长久的，物极必反，过度刚健就会导致灾祸。亢龙的状态，你已经过度膨胀。上9是乾卦的第6爻，位于最上方，代表事物发展的末期，人生的收尾期。经过95的巅峰期，你可能已经达到了权力、财富、地位的顶点，但此时也容易出现过度膨胀的问题。职场中，你可能因为地位太高，变得刚愎自用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独断专行。创业中，你可能因为公司规模太大，变得盲目扩张，忽视风险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。生活中，你可能因为财富太多，变得骄奢淫逸，挥霍无度，最终导致家庭破裂。这个阶段的核心特点是：极致之后必然反转，过度之后必然灾祸。就像一根绳子拉到极限就会断裂，就像一杯水倒得太满就会溢出，就像月亮圆到极致就会亏缺。这是宇宙万物的规律，也是人生的规律。孔子在《宣圣讲义》中说：上9居卦之至上，为位置之高，阳气至此以极，数至此以中，故为亢。意思是上9处于卦的最高位，阳气已经达到了极限，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，所以称为亢，过度、极端。此时的龙已经飞到了天空的最高点，再也无法上升，只能往下坠落。这就是亢龙有悔的本质。有悔中的悔，不是指后悔这种情绪，而是指灾祸、过失，因为过度膨胀、刚愎自用，导致自己遭受损失，陷入困境。历史上有很多亢龙有悔的例子。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击败秦军主力，成为西楚霸王，达到了人生的巅峰。但他刚愎自用，骄傲自满，不懂向下兼容，向上又无容可兼，不听范增的意见，最终在垓下之战中被刘邦击败，自刎乌江。这就是亢龙有悔。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开创了开元盛世，成为唐朝的巅峰。但他晚年骄奢淫逸，沉迷美色，重用奸臣，最终导致安史之乱，唐朝由盛转衰，这也是亢龙有悔。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，无论你多么成功，多么强大，都不能过度骄傲，过度扩张，过度贪婪，最终都会导致灾祸。
象传中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，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根等规律，物极必反。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极限，超过了这个极限，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易经的核心智慧是中庸之道，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，既不过度，也不不俗。就像人生的发展，从潜龙到飞龙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而不是一步到位的过程。达到巅峰后，要懂得知止不殆，而不是贪得无厌。知止不殆是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出的智慧，意思是知道停止，就不会遭受灾祸。对于处于巅峰期的人来说，知止不是放弃，而是适度收敛，守住成果。职场中，知止是不再追求更高的权利，而是专注于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培养接班人。创业中，知止是不再盲目扩张，而是专注于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，巩固市场份额。生活中，知止是不再追求更多的财富，而是专注于陪伴家人，享受生活，修身养性。上九的现代启示：收尾期该怎么做？对于处于上九阶段的人来说，核心任务是收敛，具体可以做好3件事儿。第一，保持低调，减少自己的曝光度，不再追求名利，保持低调的生活态度。比如，减少参加不必要的社交活动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陪伴家人、修身养性上。第二，适度退让，把机会让给年轻人，培养接班人，为事业的传承做好准备。比如，企业的领导者可以退居2线，让更有活力、更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担任要职。第三，回归初心，回想自己最初的梦想和初心，看看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否偏离了初心。如果偏离了，要及时调整，回归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。上九是人生的收尾期，也是警示期。就像月亮圆到极致就会亏缺，太阳升到中天就会西落。这个阶段的关键字是收敛，收敛锋芒，收敛欲望，收敛野心，懂得知止不殆，才能守住自己的成果，避免灾祸。用九显群龙无首，吉。人生最高境，学会无为而治。爻辞用九显群龙无首，吉。象曰：用九，天德不可为首也。通俗解读：当所有的龙都没有首领时，是吉祥的，因为天德的本质是无私无欲，不居首位，不称霸，所以才能达到吉祥的境界。用九是乾卦特有的爻辞，其他卦没有。用九的意思是使用阳爻的规律，乾卦6爻都是阳爻，用九就是指在处理这些阳爻时要遵循阳的规律，也就是刚健而不刚愎，进取而不贪婪，成功而不骄傲。孔子在《宣圣讲义》中说：用九者，谦之大用也。凡阳爻皆九，皆属于谦，则其用皆谦之用。意思是，用九是乾卦的核心智慧，所有的阳爻都遵循这个规律。而见群龙无首，不是指没有领导，而是指没有固定的首领，或者说人人都是首领，这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。显群龙无首的状态，人人自治，和谐共生。群龙无首的核心是去中心化，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本性，遵循自然规律行事，最终实现人人自治，和谐共生。这种状态就像一个理想的社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华和能力，
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和底线，不需要外在的强制约束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、相互帮助、相互包容，没有矛盾和冲突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说：“群龙者，众善人也。在天界言，则出三界；在道德言，则纯至善；在义言，则太极之出也。”意思是，群龙指的是一群纯善无恶、全乎天性的人，他们的境界已经达到了太极之出的纯粹状态，不需要外在的权威来约束，就能自觉地做正确的事情。急的根本原因，无私无欲，顺应天道。显群龙无首之所以急，是因为这种状态顺应了天道。天道的本质是无私无欲，不居功，不称霸，不占有。就像天空默默承载着日月星辰，没有想要成为首领的欲望；就像大地默默孕育着万物，没有想要控制万物的野心。天德不可为首也，意思是天德的本质是不居首位。真正的领导者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，而是以身作则，默默奉献。真正的成功不是称霸天下，唯我独尊，而是惠及他人，造福社会。比如一个理想的团队，不是靠领导者的强制命令来运作，而是靠团队成员的自觉、默契和共同目标来运作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都能主动承担责任，都能为团队的目标而努力，这就是群龙无首的状态。再比如一个理想的社会，不是靠法律的强制约束来维持秩序，而是靠公民的道德自觉来维持秩序。每个人都遵守社会公德，都尊重他人的权利，都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这也是群龙无首的状态。用酒的现代启示，最高境界该怎么做？用酒的智慧是牵挂的终极智慧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虽然很难达到群龙无首的理想状态，但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努力。第一，无私奉献，在工作和生活中多为他人着想，少为自己计较。比如，职场中主动帮助同事解决问题，不抢功劳，不推责任；生活中关心家人、朋友，乐于助人，不求回报。第二，以身作则，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他人，而不是用强制的方式约束他人。比如，作为领导者，要以身作则，为团队成员树立榜样；作为父母，要以身作则，为孩子树立良好的家风。第三，顺应自然，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，不强行干预，不逆势而为。比如，教育孩子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和兴趣，不强迫孩子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管理企业要尊重市场规律，不盲目扩张，不违背行业规则。用酒是牵挂的终极智慧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无为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顺势而为，无私奉献，以身作则，最终实现人人自治、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。3. 宣圣讲义精要，孔子眼中的牵挂智慧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对《易经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阐释。他的《宣圣讲义》不仅解读了牵挂的字面含义，更挖掘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。我们可以从3个核心角度理解孔子眼中的牵挂。核心视角：位与实的辩证关系。
孔子在宣圣讲义中反复强调，牵挂六爻，气自下上，循环往复，周流不息，而以位时别其用，上下分其数。意思是，牵挂六爻的变化本质上是位与时的变化，不同的位置、不同的时机决定了不同的作用和结果。位是空间维度，指你在人生事业中的位置，比如初九是基层，95是高层。时是时间维度，指你所处的时代阶段，比如初九是起步期，95是巅峰期。位和时是辩证统一的，有位无时。比如你有很高的职位位，但所处的时代不利于你施展才华时，最终也难以成功。有时无位，比如你所处的时代很好时，但你没有相应的位置和能力位，也无法抓住机会。有位有时，比如你有合适的位置位，又遇到了好的时机时，才能飞龙在天，成就事业。孔子以初九为例，初九阳在地下，故曰潜龙，以不及位，故勿用。用见于位与时也，无位则不遇时，可知矣。意思是初九的阳气在地下，位置不够，所以勿用。没有合适的位置，自然也就没有合适的时机，强行发挥作用，只会适得其反。这一智慧对我们的启示是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要清楚自己的位和时，顺势而为。比如，作为职场新人，初九要沉下心来积累能力，对位，等待时机，待时；作为行业领军人物，95要抓住时代机遇，时，利用自己的位置位，造福社会。核心思想：人事与天道的统一。孔子认为，牵挂的智慧不仅是天道，也就是宇宙规律的体现，更是人事，也就是人生实践的指南。天道不离人事，而人事彰显天道。他在解读九三爻时说：“此辞假语，故曰弱；以属人爻，故专言人事。言人而天道自见，祸福之门，吉凶之属，皆从人以御天。”意思是九三爻属于人爻，专门讲人事，但通过人事就能体现出天道的规律，祸福吉凶都源于人的行为，而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天道，决定了最终的结果。比如九三爻的终日浅浅，夕惕若离，表面上是讲君子要勤奋努力，警惕反省，这是人事，但背后体现的是天道酬勤、居安思危的规律，这是天道。一个人如果能践行终日浅浅，夕惕若离的人事，就能符合天道，避免灾祸；反之，就会违背天道，遭受灾祸。孔子还强调，成道者必赖立德，成功者必先立修。意思是，要实现人生的成功，也就是成道，必须先树立良好的品德，也就是立德；要成就伟大的事业，也就是成功，必须先努力修身养性，也就是立修。这体现了人事决定了天道的思想。人的行为可以影响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只要践行正道，就能顺应天道，获得成功。核心方法：阴阳平衡的处世之道。孔子在宣圣讲义中说：“牵纯阳而有阴用，气所凝而有物之功。”意思是，牵卦虽然是纯阳之卦，但要发挥作用，必须借助阴的力量。
这体现了《易经》阴阳平衡的核心思想。阳代表刚健、主动、进取；阴代表柔顺、被动、包容。人生的成功不是纯阳无阴，而是阳中有阴，阴阳平衡。比如，刚健中要有柔顺；比如，你有很强的能力，阳，但也要懂得谦逊、包容，阴，才能得到他人的帮助。进取中要有收敛，比如你有远大的志向，阳，但也要懂得适时退让，守住底线，阴，才能避免灾祸。成功中要有感恩，比如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阳，但也要懂得感恩他人，回馈社会，阴，才能长久发展。孔子以九四爻为例，九四爻以刚居柔，一人爻也。刚处柔者，宜用柔；阳履阴者，宜行阴。故龙飞而不宜上天，反跃在渊。意思是，九四是阳爻居于阴位，刚健中带有柔顺，所以应该用柔的方式行事，审时度势，灵活应变，而不是刚愎自用，一意孤行。这一智慧对我们的启示是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要把握好阴阳平衡的度。比如，在起步期初九，要以阳为主，勤奋努力；以阴为辅，隐忍蓄势。在巅峰期九五，要以阴为主，谦虚包容；以阳为辅，积极进取。在收尾期上九，要以阴为主，收敛退让；以阳为辅，守住成果。宗主附注点睛，福圣对牵卦的深层解读。福圣的宗主附注是对孔子宣圣讲义的补充和深化，他从义理难言、义重变化、义以神为主三个角度，为我们解读了牵卦的深层智慧。义理难言，要求之言外。福圣说，义理难言而不言，更使人无处探讨，故言之不尽者，必求之言外。意思是，《易经》的道理非常深奥，很难用语言完全表达清楚，但如果不说话，又让人无从探讨。所以，对于那些言不尽意的道理，我们要求之言外，也就是通过字面意思去体会背后的深层含义。比如，牵卦的爻辞非常简洁，每句只有几个字，但背后蕴含的人生智慧却非常丰富。我们不能只看字面意思，比如潜龙勿用，不是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不妄用；亢龙有悔，不是后悔，而是灾祸。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、社会现实，去体会爻辞背后的深层含义。夫圣还说，一卦常变不同，先后天各异，有象易得，无极难明，而用则贯有无，通神行者，苟忘其一，则失其意。意思是，一个卦的变化非常复杂，先天卦和后天卦的含义不同，有形的现象容易理解，无形的规律难以明白，但卦的用作用却能贯穿有形和无形，精神和物质。如果只看到其中一面，就会失去卦的真正含义。这对我们的启示是，学习牵卦不能死记硬背爻辞，也不能拘泥于字面意思，要举一反三，触类旁通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灵活运用其中的智慧。易重变化，要合观全卦。福生说，易重变化，一卦六爻，皆变化之数所欲，非仅求其现象也。故一爻与他爻相连相应，或反或复，非仅一爻是也。意思是，《易经》的核心是变化，一卦六爻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的。一爻的变化
会影响到其他爻的变化，一爻的含义也需要结合其他爻的含义才能理解。比如92爻的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如果只看这一爻，很难理解为什么见龙在田就利见大人。但结合95爻的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我们就能明白，92是潜龙出显，需要95的飞龙来指引和帮助，而95是飞龙在天，需要92的潜龙来辅助和执行，两者相互呼应，相互成就。夫圣还说，爻象必通全卦，及其连对各卦而合观之。如二爻坤坎主位，则不限牵卦矣。凡各爻皆如是，必皆贯求之，使知其辞意。意思是，理解爻象不仅要结合全卦的含义，还要结合相关卦的含义，比如牵卦和坤卦、坎卦的关系，才能真正明白爻辞的意思。这对我们的启示是，看待问题、分析问题，不能孤立片面，要全面系统。比如在人生的抉择期，也就是94，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，还要看长远的发展；不能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还要考虑他人的利益；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能力，还要关注外部的环境。只有全面系统的分析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易以神为主，要明其主。福圣说，易道以神为主，神用无方。不明神道，则象辞无可用矣。神行于象中，见于辞外。无往非神，无在不见神之用。意思是，《易经》的核心是神。这里的神不是指神仙，而是指事物的本质规律，宇宙的核心动力。神的作用是无穷无尽，没有固定形式的，它存在于卦象之中，体现在爻辞之外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。如果不明白神的含义，就不能真正理解《易经》的卦象和爻辞。比如乾卦的龙不是真龙，而是阳气的象征，而阳气就是乾卦的神，它是宇宙间生生不息的创造力、生命力，是乾卦六爻变化的核心动力。夫圣还说，若不明其主，则如视影为日，视响为雷，其物甚矣。然日不离影，雷不离响，只在寻其用，以求其体耳。意思是，如果不明白事物的本质主，则会把影子当成太阳，把声音当成雷声，犯严重的错误。但太阳离不开影子，雷声离不开声音。我们可以通过事物的作用用，去寻找事物的本质体。这对我们的启示是，学习牵卦不仅要理解爻辞的字面意思、卦象的象征意义，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找到其中的神，也就是人生发展的根本规律。比如牵卦六爻的变化，本质上是能力积累、时机把握、品德修养的过程。只要遵循这个规律，就能实现人生的成功。5. 牵卦智慧的现代应用，从个人成长到社会治理。牵卦的智慧不仅是古代先贤的人生指南，更是现代社会的行动纲领。无论是个人成长、职场发展，还是企业管理、社会治理，都能从牵卦中找到明确的指引。个人成长，用牵卦规划人生路径。牵卦六爻对应人生6个阶段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号入座，规划自己的成长路径。起步期20到25岁，初9潜龙勿用，积累能力，沉淀资源，夯实基础，虚心学习，积累人脉。上升期25到30岁，92见龙在田，崭露头角，借力成长，主动连接，创造价值，保持谦逊。攻坚期
30到40岁。93终日浅浅，谨慎守正，持续精进，勤奋努力，时刻反省，守住底线。抉择期40到50岁。94或跃在渊，审时度势，灵活应变，全面分析，倾听内心，及时调整。巅峰期50到60岁。95飞龙在天，明德济世，承担责任，保持谦逊，回馈社会，传承智慧。收尾期60岁以上。上9亢龙有悔，知止不殆，收敛退让，保持低调，适度退让，回归初心。比如，一个25岁的职场新人，处于92见龙在田的阶段，核心任务是崭露头角，借力成长。他可以主动向领导和同事请教，承担更多的工作任务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同时，参加行业交流活动，链接行业前辈，为自己的职业发展铺路。一个45岁的企业高管，处于94或跃在渊的阶段，核心任务是审时度势，灵活应变。他可以分析行业趋势，考虑是否要跳槽到更好的平台，或者在现有公司内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。同时，倾听自己的内心声音，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，做出不后悔的选择。职场发展，用牵挂提升职业竞争力。在职场中，牵挂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职业竞争力，实现职场的成功。初9潜龙勿用，职场新人要多做少说，专注于学习业务技能，熟悉工作流程，不要急于表现自己。92见龙在田，职场骨干要主动承担，独立完成工作任务，帮助同事解决问题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93终日谦谦，团队管理者要谨慎守正，带领团队完成目标，倾听团队成员的意见，避免刚愎自用。94或跃在渊，部门负责人要审时度势，根据公司的战略和市场变化，调整工作方向，抓住发展机会。95飞龙在天，企业高管要明德济世，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培养人才，承担社会责任。上9亢龙有悔，退休人员要知止不殆，把机会让给年轻人，分享自己的经验，安享晚年。比如，一个团队管理者，93要终日浅浅，惜替弱力，白天带领团队攻克难题，晚上反省自己的管理方式，看看是否存在刚愎自用、忽视团队成员意见的问题。同时，守住自己的底线，公平对待每一位团队成员，合理分配利益，凝聚团队的力量。企业管理，用牵挂打造优秀企业。对于企业来说，牵挂的智慧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发展战略，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。初9潜龙勿用，初创企业要打磨产品，深入调查市场需求，优化产品与服务，不要急于扩张。92见龙在田，成长型企业要拓展市场，积累第一批用户，建立品牌知名度，寻求投资和合作伙伴。93终日浅浅，成熟企业要谨慎发展，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，做好风险控制，避免盲目扩张。94或跃在渊，大型企业要转型升级，根据行业趋势调整业务结构，布局新的发展领域。95飞龙在天，行业龙头企业要引领行业，制定行业标准，推动行业良性发展，
承担社会责任。上9，亢龙有悔，衰退期企业要收缩战线，剥离非核心业务，守住核心竞争力，寻求转型机会。比如一个成长型企业92要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第一批用户，得失普也。同时寻求投资机构的支持，利见大人，扩大市场份额，实现快速发展。一个行业龙头企业95要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通过技术创新引领行业发展，大人造也。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参与公益事业，回馈社会，明德济世。社会治理用牵挂构建和谐社会。对于社会治理来说，牵挂的智慧可以帮助政府制定政策，构建文明社会。初9，潜龙勿用。社会发展初期要夯实基础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。92，见龙在田。社会发展中期要激发活力，鼓励创新创业，促进经济发展，提高公民生活水平。93，终日浅浅。社会发展关键期要加强治理，完善法律法规，打击违法犯罪，维护社会稳定。94，或跃在渊。社会转型期要深化改革，调整产业结构，解决社会矛盾，促进社会公平。95，飞龙在天。社会繁荣期要普惠民生，完善社会保险体系，促进共同富裕，提升公民幸福感。上9，亢龙有悔。社会鼎盛期要居安思危，防范社会风险，避免贫富差距过大，保持社会稳定。用9，显群龙无首己。社会不需要独裁专制，要制度交接，相互制约，防范一人权力过大，一党权力无约束，避免独裁专制像斯大林、希特勒还有腊肉给社会造成毁坏，这样才保持社会安定，公民富足。比如在社会转型期，要或跃在渊，无咎，也就是审时度势，深化改革，解决教育、医疗、就业等社会矛盾，同时灵活应变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，避免改革过度或不足，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。6，总结，牵挂智慧的核心，自强不息，守正致远。易经正是牵挂通过6爻龙象完整呈现了宇宙阳气的运行规律，也揭示了人生从起步到巅峰，从平凡到卓越的成长路径。无论是潜龙勿用的隐忍蓄势，见龙在田的借力成长，还是终日欠欠的谨慎守正，飞龙在天的明德济世，都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。牵挂智慧的核心可以概括为8个字：自强不息，守正致远。自强不息是牵挂的精神内核，就像天空周而复始，运转不息一样，我们也要勤奋努力，持续精进，无论顺境逆境，都不放弃自己的初心和梦想。守正致远是牵挂的行动指南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多么成功，都要坚守守正，保持谦逊，不骄傲自满，不刚愎自用，不贪得无厌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久的发展。孔子在《宣圣讲义》中说：“义道，非人不明；天地之道，非人事不着。”意思是，《易经》的道理没有人的实践就无法明白，天地的规律没有人事的体现就无法显现。牵挂的智慧不是束之高阁的理论，而是指导我们人生实践的行动纲领。只有把牵挂的智慧
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，才能真正理解其深层含义，才能实现人生的成功和幸福。最后，希望我们都能以牵挂为镜，审视自己的人生，规划自己的路径，在起步期学会潜龙勿用，沉淀自己；在发展期学会见龙在田，借力成长；在关键期学会终日谦谦，谨慎守正；在抉择期学会或跃在渊，灵活应变；在巅峰期学会飞龙在天，明德济世；在收尾期学会亢龙有悔，知止不殆。最终以自强不息、守正致远的精神，成就自己的人生，造福他人，回馈社会。